她和老公来到哈市参加表彰大会，谁知招待所只剩下一个房间，她庆幸是个标准间，有2张床，又莫名的有点失落。收拾好，他们准备去百货大楼逛逛。要不你找个地方等着我，我自己上楼去逛一逛。还是我陪着你吧。我一个人没问题，百货里这么多人，我又不能被拐走。再说咱俩一起我也逛不好，还是自己逛自在些。只要你老老实实坐在这儿，别让我找不到就好。江庆赶紧找理由，这次傅少铎终于松了口，放他一个人去逛。他算了算，给何春平和吴丹2家人的，还有他家里8口人的，另外包括父母和傅山的，把所有要带的东西想好。江庆就钻进女厕所的隔间，从空间里把需要的东西拿出来，全都拎在手上。从隔间里出来，江庆2只手腕坠得都快要断掉了。他拎着大包小包往傅少铎那边走，还没等江庆走到，傅少铎已经先看到了他，大步迎了上来。他走到他面前，二话不说，先把他手上的东西接了过去。买了这么多？咱们春节不是要回京市吗？得给大家带点礼物啊，还有春平姐和吴丹他们。听到江庆说也有东西给父母和傅山时，傅少铎有一瞬间的愣着。你还给他们买东西了？当然要买呀，还得买最好的，毕竟婆媳关系不好处，和小姑子也一样不好处。谢谢。这有啥可谢的，是我应该买的。再说你家里人少，我家人多，算来算去还是你吃亏了。直白的话语令傅少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礼物的多少以及贵重他压根不会在意，他在意的只有他的这份心意。2人满载而归，回到省总工会的招待所。吃完晚饭回到房间，江庆拿了洗脸架上的脸盆，打算去浴室洗个澡。40分钟后，江庆从浴室回来，进了屋。洗过澡的江庆白皙的脸蛋被潮湿水汽熏得红扑扑，从傅少铎身边走过时，一阵女孩身上特有的淡淡心甜的香气飘散开。傅少铎只看了他一眼，就立刻移开视线，快步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江庆钻进被窝，舒舒服服地躺下。招待所的床铺好软啊，比炕要软和得多，要是能一直睡在这样的床上该多好。省总工会招待所的条件真不赖。思绪飘散开，江庆又想起傅少铎家里的情况。按理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，应该在原身的信息里能找到，可是偏偏没有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原身一心想嫁傅少铎，却对他的家庭毫不关心，多么自私的一个人。江庆有点心疼傅少铎，为了报恩娶了这样一个女人。还好我穿过来了。这么想着，江庆打了个哈欠，把被子拉过头顶遮住光亮，没多大会儿就睡着了。等傅少铎洗完澡回来时，屋里一片寂静，只有从江庆床上传来略重的呼吸声。傅少铎走到自己床边时，看到对面床上江庆整张脸都蒙在被子里，他皱了皱眉，走了过去，把被头轻轻掀开。由于在被子下闷了好一会儿，江庆的脸颊晕开2团红晕，一股莫名的热度滚上傅少铎的身体。傅少铎凝目注视着他，许久后缓缓抬手欲触上他光洁的脸颊。就在手指要落上的时候，他仿佛触电般猛地清醒，倏然间收回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站直身体，转身关灯回到自己的床上。第2天，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正式召开。去台上领完奖状后，江庆从台上下来，走出人群，远远的看到傅少铎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正在和他说话。傅少铎只是在听，那个姑娘不停地说，脸上还带着笑。看到这一幕，江庆刚刚的好心情瞬间消失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他快步走上前，一把挽住傅少铎的胳膊，冲着那年轻姑娘笑了笑。少铎，这位是谁？给我介绍介绍。他故意语气亲昵，对面的姑娘笑容沉下去，脸色黯然。傅少铎看了江庆一眼，任他挽着胳膊。这是周东阳的老乡，在公社下乡，我们曾见过一面。这是我爱人江庆。对面的姑娘脸色更难看了，她尴尬的点头。谁能不知道今天的劳模吗？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。说完没等回应，他就落荒而逃。江庆立马松开傅少铎，没好气的翻个白眼。出门在外的，真不省心。你在说我吗？哼，说谁知道。走吧。这天下午还有一下午的空闲时间，想不想去看看哈市非常有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江庆答应下来。将近2000米的街道，2人逛了一下午。到了晚饭时间，傅少铎问他，今晚别回去吃了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哈市，我带你去国营饭店尝尝这里的特色。2人在中央大街附近找了一家国营老字号饭店，江庆把钱和票给了傅少铎，让他去点菜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傅少铎才回来。我点了1盘锅包肉，1盘酱骨头，2碗米饭。哇塞，都是荤菜，我喜欢。视线扫过对面，他看到傅少铎手里攥着找回来的零钱，没等他给他，江庆先开口，我有个事想和你说，以后你的工资不用都给我，你自己拿一半吧。傅少铎向他看过来，江庆看懂了他在问为什么。那是你的工资，不能都给我，你也有花钱的地方，比方你想给自己买点东西，给家里人寄点钱什么的。江庆也是受昨天遇到的那对小情侣的启发，才想到万一傅少铎需要给家里寄钱呢。我不需要给家里寄钱，妈有退休金，小山有工资，家里钱够花，我自己也没什么可买的。
你都帮我准备好了。那要不以后每个月给你10块钱零花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不能不要。江庆做了个自认为有点凶的表情，殊不知他瞪眼进鼻子的模样，非但不凶，反而带了点憨憨的可爱。傅少铎专注地看了他几秒，之后忍不住笑了。好，你说怎样就怎样吧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每个月给你10块，剩下的除了生活必须外，我都攒起来，以后有用。有什么用？家里头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当然有用。再过6、7年，形势变好，可以用这笔钱做买卖。现在没法告诉傅少铎，先把钱存好，等以后他自然就知道了。她和老公之前感情不好，只因原主天天撒泼打骂，闹着要离婚。后来打工女穿过来，对老公温柔体贴，两人感情升温。老公提出来要补办一场婚礼。对了，我托人帮忙看了黄历，正月初8那天是个好日子，婚礼在那天办怎么样？你有其他想法吗？前段时间他还在想，傅少铎说办婚礼是不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是认真的，还找人看了日子。好啊，就那天吧。行，那我写信回去，告诉妈那天办婚礼，你也给家里写封信吧，告诉岳父岳母。等等，咱们现在才写信，回去能来得及吗？离春节没有几天了。我之前已经写过信了。啊？我把办婚礼的事和妈说了，让她提前准备，还有结婚需要买的东西，我让京师的同学帮着借些票，等咱们回去买。江庆忽地站住了，他看着傅少铎，我真没想到在纠结是否真的办婚礼时，傅少铎已经在背后默默做了这么多事。这天晚上两人早早就睡了，因为明天要早起赶火车，行李袋比来时塞的还要满。要是能放回空间，等到家再拿出来多好，可惜不行。又是一天一夜火车的颠簸，他们终于抵达县城火车站。队里知道他们今天的火车，派了拖拉机过来接。队长，嫂子。坐在拖拉机车厢里，江庆感慨，终于回来了，这几天好漫长啊。这趟出门坐火车觉得累吗？江庆先是点了下头，很快又摇头，不累，能坚持。中午时分，他们到了东安7队，回到了家里，把要送给吴丹和春萍姐的东西收拾出来。江庆招呼傅少铎让他给送过去，这会儿他累得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，能使唤他干的，他就不想干了。傅少铎没说什么，拎着他分出来的2兜东西走了。江庆全身乏力，等他一离开就躺在了炕上。等了一小会儿，他听到外面开门的声音，傅少铎送完东西回来了。进了屋，看到江庆已经躺在炕上。我去队部看看，你睡一觉吧，晚饭也别做了，剩下的菜够吃。你不休息一会儿，刚回来就要去队部。躲我走了这么多天，肯定一堆事，得赶紧去一趟。你睡吧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江庆盯着他离开的方向看了片刻，又重新闭上了眼睛。这回他很快睡着了。等江庆再醒过来时，屋里已经点亮了煤油灯。傅少铎正挨在灯下看书。醒了，饿了吧？起来吃饭，我把饭菜都放在锅里温着，马上就能吃。他说着起身去了厨房。这天晚上吃完饭，江庆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坐到了桌子边。傅少铎坐在对面，还在看着先前那本书。你在写什么？我在算咱们办婚礼需要做什么菜，到时候食材我来买，我下厨可以不？婚礼酒席上的菜肯定要比平时家里吃的好许多，到时候自己可以打着买材料的名义，从空间里多拿些好食材出来，照着烹饪大全来做。婚礼酒席至少10道菜，你一个人能做得过来吗？能做得过来，你相信我。再说很多准备工作我可以提前做，不会耽误正事的。那样你太累了。不会的，我就想自己做，想给家里人好好露一手，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。江庆满脸期待地看着他。傅少铎最后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不过到时忙不过来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。事情确定下来，江庆动力更足，准备菜品他用了2天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才把名单定下来。离春节越来越近，傅少铎买好了票，他们准备小年那天出发。从东安农场到京市需要坐3天火车，江庆想想就觉得累，可惜这会儿坐不上飞机，不然2、3个小时就到了。到了小年那天，江庆和傅少铎坐上了前往京市的火车。江庆还是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心情极度不美丽。坐3天火车，身上一把骨头都要晃碎了。怎么了？要回家了？不高兴吗？没不高兴，我开心的很。傅少铎不再说话，他知道继续问江庆也不会说实话。他的心思很好猜，因为都在脸上，看一眼就知道。看着窗外的景象，江庆不仅开心不起来，还有些紧张。回到京市，意味着他必须要面对婆婆和小姑子，还有原生的爸妈和3个哥哥3个嫂子。只要想一想，他就觉得头要炸开了。系统，给我说说我家里人吧。江庆看似在看窗外景色，实际上在脑子里问系统。系统直接在他脑子里弹出窗口，上面有江家家庭成员的介绍。江父名叫江立，是京市红星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，为人平和，在家里不管事都听詹玉敏的。江母詹玉敏，京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，精明要强，独宠小女儿。大哥江德伟和大嫂于敏佳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分配到教育部上班。二哥江德恒是农科院的研究员，二嫂葛明丽在新华书店当经理。
三哥江德亮学习不大好，没考上大学，姜丽托人把大儿子弄进了红星机械厂，是车间的钳工。三嫂魏彤是京市第2纺织厂的车间工。由于詹玉敏常年且过于明显的偏心小女儿，3个哥哥也受她影响，格外宠小妹。三对儿媳对江青意见很大，极其不待见。原生命真的挺好，家人都宠着她，没让她吃过一点苦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养成她骄纵任性的性格，才会把自己给作死。要是她不是那样的性格，能跟傅少铎好好生活，后半辈子一定会顺风顺水过得很好。想到这里，江庆不愿再想下去，他有点排斥去想象若是原生还活着，和傅少铎一起生活的情景。江庆下意识朝旁边的傅少铎看过去，感受到他的视线。傅少铎转过头来，也看向了他。困了吗？困了别靠着窗户睡，太冷，过来靠着我。这一刻，江庆突然认清了自己的心思，他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站在他身边，哪怕原生也不行。困了。江庆轻声说了一句，轻身靠在了傅少铎的肩头，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明。他闭上眼睛，抬手揽住了他的胳膊。傅少铎瞬间僵硬住。江庆轻轻笑了下，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江庆睡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醒过来后他去了厕所。等他从厕所出来，对面过来一个年轻男人，两人正好迎面遇到。警告！警告！前方男主出现！前方男主出现！江庆被吓了一跳，他反应了一下，才明白系统说的是原书的男主。男主是对面那个年轻人吗？是的，男主已经办好返程手续，正要回京市。不对啊，你之前给我的信息里不是说他应该半年前回到京市吗？怎么会现在才返程？本系统刚刚查了数据，可能由于你的侵入，导致部分主线剧情扭曲，造成男主回程情节滞后。那女主呢？有没有和他一块回来？女主也在这节车厢，跟着男主一起返程。也就是说，男女主的返程时间都推后了。